欠中国企業6.6億美元。美國第3大储能商宣告破產。上面這位老人名叫盧煥倫，是一位生長在中國台灣後移民美國的華人。这張照片拍攝於2023年，彼時他正興奮地向記者介紹在美國生產動力電池的計劃。盧煥倫指着空蕩蕩的廠房表示，很快這裡將擺滿機器，成為全美新能源電池的生產中心，預計年底將創造400個就業崗位，到2030年再創造3萬個崗位。記者被其熱情感染，追問他為什麼這麼有信心。盧煥倫得意地表示，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意向客戶了，大家都在尋找美國制造的電池，但我們是唯一的選擇。報道發出後，媒體紛至沓來，盧煥倫被捧成了美國制造的樣板，工廠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視，包括拜登、俄勒岡州長在內的高官爭先恐後的向他發放補貼。馬斯克則抱怨說，特斯拉才是最大的新能源企業，但沒拿到任何補助，這不公平。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前幾天这家自稱美國唯一的電池制造商正式向聯邦法院提交了破產申請。當年採訪盧煥倫的記者第一時間回訪了這間廠房，想要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結果他發現3年來這家全美新能源電池生產中心沒有生產過1顆電芯。所謂的美國制造的電池是從中國進口的電芯，在這裡組裝成電池包而已。地球的另一邊，寧德時代對盧煥倫的破產似乎早有預見。去年寧德時代曾多次向盧煥倫所在的公司 Powin 發去催款函，催討2筆2022年的貨款，但均未得到回復。寧德時代心有不甘，又登門催討，結果發現 Powin 的中國分公司已人去楼空。知道大事不妙的寧德時代立刻向俄勒岡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凍結 Powin 的資產。據統計，盧煥倫共欠包括寧德時代在內的中國企業6.6億元，他的資產夠不夠賠付還是個未知數。說好的中國人不騙中國人，但是真騙起來比誰都狠。從全美電池生產中心到破產清算，盧煥倫到底做錯了什麼？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盧煥倫，大學畢業後趕上了台灣省經濟蓬勃發展的黃金年代。當時但凡有點錢的台灣人都在辦廠，一家人集資20萬，從海外進口幾台機器便可以開工了。從形式上來說，這些工厂更接近於家庭作坊。盧家所在的區域，一整條街都是開小商品加工廠的，有做家具的，做玩具的，做塑料製品的，整條街宛如一個縮小版的義烏。盧煥倫頭腦很靈活，他掐準了這些工廠有產能無銷路的痛點，便做起了二道販子，從他們手裡低價收購小商品，再高價出口到美國。雖然一顆螺絲釘都沒生產過，但他卻是整條街最富有的人之一。80年代大陸開放後，盧煥倫又搶先回來投了幾座工廠，憑借大陸超低的人力成本，他的工廠成為沃爾瑪最大的供應商，賺得盆滿缽滿。這時盧煥倫才30多歲，在銀行裡已經躺了幾個億，實現了財富自由。他回憶說，那種生活太無聊了，感覺人生一下子失去了目標。後來在妻子的鼓動下，盧煥倫決定移民美國，尋找更大的挑戰。為了彰顯人生新階段的開始，他還給自己改了個英文名約瑟盧。從此中國少了名富商，美國多了個約瑟盧。移民美國後的20年裡，約瑟盧緊跟全球化的腳步，構建了一條小商品供應鏈，其中台灣省負責設計，大陸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充分發揮了每個區域的優勢。得益於這段成功的經歷，約瑟盧曾自信地向記者表示，沒人比他更懂供應鏈。可惜好景不長，2008年的次貸危機嚴重衝擊了約瑟盧的生意。2016年特朗普上台後揮舞關稅大棒，更是擊碎了約瑟盧的信心。他意識到再不轉型就晚了。做了40多年小商品貿易的約瑟盧突然決定轉戰新能源。需要說明的是，他的目標並非造車，而是進軍儲能領域，即為有儲能需求的企業或家庭提供解決方案。舉個例子，2016年南加州發生了供電危機，每到用電高峰期，居民家裡總是被限電拉闸，新建一座發電廠需要數年，原始又解不了近渴，從外州調電又不符合美利堅的體制。這時約瑟盧拍着胸脯保證，他的 Powin 公司能幫政府解決這個難題。方法很簡單，約瑟盧從中國進口了一批儲能電池，幫助企業搭建小型儲電站。這種儲電站可以在夜間用電低谷時充電，在白天用電高峰時放電，加上小型儲電站建設速度快的特點，南加州很快解決了供電危机。Powin因此一戰成名，接连收到了澳洲、加拿大、德國等地区的訂單，甚至连卡塔爾的土权基金也投了1億美元給他。截止到今年破產時，Powin已经在美國建成了11吉瓦时規模的儲電站，排名美國第3。這些儲電站的電夠30個家庭使用1年。為什麼約瑟盧從倒賣小商品的生意一下子轉型成新能源供應商呢？主要原因還是他很熟悉大陸市场，知道找誰能買性價比最高的電池。他把这些電池運到美國後，要做的只是開發一套電池管理系統，教會客戶如何使用這套系統即可。非常簡單，沒有什麼高科技，但是這也限制了Powin的利潤。儲能行業平均淨利潤就低，據了解僅5%到10%。因此約瑟盧才計劃建造一座電池工廠，通過垂直整合來壓低成本，增加毛利。約瑟盧已經計劃好電池的發展藍圖，組裝電池包只是第一步，等積累了一定經驗後，再向生產電芯躍進。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甚至從大陸的電池廠挖人，還在各大院校的招聘會上許以綠卡高薪，引進剛畢業的高材生去美國工作。實事求是的說，約瑟盧確實在為美國製造發光發熱，並非那種騙補貼的企業家。可惜他的宏圖大計才搞了一半，就遇到了蜂王特朗普。4月，蜂王的对等關稅徹底高化了Powin，高達145%的關稅，讓Powin無法從中國進口電芯，導致原本緊張的資金鏈徹底斷裂。在此之前，Powin曾樂觀的預計，只需要裁員700人便可度過危機。
機。然而，特朗普關稅政策的衝擊徹底斷送了這一計劃，公司最終走向破產。美國排名第一的儲能集團 Fluence 在拋問破產後發布了緊急通告，宣布今年的淨利潤預期從8500萬美元下調至1000萬美元，原因也是受到關稅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特朗普不是要重振美國制造嗎？那麼為什麼像約瑟盧這樣的實幹家會在他的治理下走向破產呢？這個問題的答案真夠諷刺的。